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南京，以前中华民国的首都。现在呢，我正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建筑物前，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是总统府。因为今天天气特别不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那个墙上的字。等一下呢，我把那个镜头转到前面去。现在我已经来到了总统府的前面啊。大家可以看到，那总统府那3个字特别的显眼。但是呢，今天那个旗杆上面没有挂任何的旗帜，我觉得应该没有青天白日满地红了吧，应该是挂5星旗。今天天气非常不好，这路比较窄，因为呢很多电动自行车从这里经过。你看这人他已经可能行动不便了，人就呢想拍个照。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一对老的夫妇看着，我把它拉近一点。然后呢，有骑车的人也让他们先拍了照，再过去。我不知道台湾的朋友们看到这个总统府之后有什么感想啊？我来到南京，我就想我一定要来这个总统府看看。总统府面前啊，现在其实一条比较繁忙的街道，一条大道，双向4车道，附近还有地铁。请问一下，你们是南京人吗？不是，是哪里的？我们东北的。啊，为什么一定要来看这个总统府？有什么原因吗？那个就是有一个记忆，都知道这个。就知道点这段历史啊，您知道这个历史对吧？只知道一点点。是不是49年他从这里就搬到台湾去了，还是哪一年？这个总统府跟蒋介石没关系，这总统府孙中山建的。啊，民国推翻。当时蒋介石没有在这里面执政吗？也在也应该执政过吧，对吧？执政过。是不是？但是台湾现在要独立了，怎么办呢？不能独立，独不了。开玩笑呀！啊，实地说话呀！这现在是一个省啊，怎么能独立呢？台湾省不怎么地呀，那中国的一个。台湾现在台独特别凶，现在。凶他也没用，那也是自己家的孩子。很多人都不承是中国人了，你们不知道吗？这中你自己家的孩子说打不就打吗？不听话不就打你吗？还舍不得打，现在应该差不多了吧？估计吧。能打不能打？前2天不是那个锁台军演了吗？这是大进来一个，你爸你妈不打你吗？你这是大进来。走，往哪去？我们下一站到中山景区看一看。中山风景区。小姐姐们，打扰一下，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自动扣款成功。您有什么事？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参观？瞄一下。啊，瞄一下。您知道它的历史吗？不晓得。不晓得总统府的历史啊？啊。自己搜呀，百度上。帅哥，请问一下，你们为什么来这里看总统府？有什么历史意义的事吗？历史意义，孙中山，然后那个蒋介石不都从这？蒋介石在里面执政过是吧？啊。那后来为什么不执政？你了解这段历史吗？这段都不太啊，不太了解。因为应该是国共内战吧，是吧？啊。后来蒋介石输了，对吧？南京，然后就走了。输了，然后呢，不是走了吧？是叫败退，是不是？对，败退到台湾了。到台湾去了。对啊。我今天来这里也是有这个想法，因为呢前几天不是我们中国就军演了嘛，对吧？叫锁台军演，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军演吧？就是收复台湾嘛。对，因为台湾现在很多人台独的倾向越来越严重。那我就想问一下，你们是支持台湾台独还是不支持？我们党员啊，中共党员啊，你们是中共党员，好。
那肯定是不支持的，对吧？对，肯定一个中国。而且现在呢，台湾这些年，因为他们去中国化，所以很多人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承认，你们也知道吧？你们知道这种倾向吧？对吧？他们连他不来大陆这边，他看的新闻，他都是局限在他那个。他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承认，甚至华人都不承认。现在，他们说我们不是华人，不是中国人。你怎么讲？啊？我说你怎么讲？我肯定和你们的想法一样，虽然我不是党员。那肯定不能独立啊，对吧？所以前2天举行军演，可能就锁台军演，也许就针对那个什么赖清德的吧，对吧？具体是谁我都没关注。赖清德现在他就520新宣誓了，总统所谓的总统宣誓了，还是早点统一吧。早点统一好，对吧？对。好，谢谢啊。你看我刚才就是大概采访了有男的、女的。有老人，还有年轻的20-30岁的吧，20多岁的，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台湾独立绝对不可能。而且刚才有位小姐姐就说，台湾不是中国一个省吗？对吧？说不听话就打。因为今天南京的雨特别大，我现在在总统府面前呢，刚刚这里有个岗哨亭。没有人，因为这是志愿者的岗哨亭，所以呢，现在没有人，我就可以站在这里。我的背后就是总统府。我这次来南京，其实就是来不到2天时间特别紧，但是呢，我还是想到这总统府来看看，因为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地方。我们两岸的中国人都知道这段历史。主要是5月20号的时候，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举行了就职典礼。他在典礼的时候呢，说了一些相当于新两国论的话，他的那个讲稿肯定是经过美国同意的。这新两国论呢比较嚣张，所以呢我一定要来到这里，让大家看看，特别是台湾人没有来到中国大陆的人，被去中国化洗脑的所谓新台湾人，这些人当中，甚至有些人呢连自己是华人都不承认了，更别说是中国人了。但是这段两岸共同的历史是不容忘记的，也不会忘记啊。因为历史就活生生的摆在那里。总统府，赖清德在520那天做了比较嚣张的发言。接着5月24日、5月25日，中国中央政府东部战区举行了2天的锁台军演，也就是说，中国东部战区的军队把台湾岛团团围住。军演的目的就是想给台湾的有关方面，比如说台湾所谓的国防部呀，还有台湾省长啊，看看。中国大陆绝对有这个能力去锁住台湾。到时，如果你想台独领导人有关那些分裂分子啊，你想逃离台湾岛不可能。台湾的军舰想驶离台湾岛也不可能。还有呢，台湾以为可以挟洋自重，那比如说他们美国爸爸的军队进来，美国爸爸的那个航空母舰进来驰援台湾，这也不可能。所以呢，把台湾岛团团围住，里面的人，也就是这些台独分子出不去，外面的外国军队也进不来，瓮中捉鳖。说来说去啊，这个世界真的是丛林法则。所以啊，为了和平统一，我们不能光寄希望于台湾人，中国大陆这边加强军事实力，加强战备。只有中国的军事实力能够全面碾压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那么和平统一台湾才能水到渠成。所以我比较相信啊，以武促统，锁台把台湾锁住，也许不费一枪一炮就可以和平统一台湾。什么时候可以有希望统一台湾呢？我觉得可能这个时间窗口应该是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因为今年11月是美国大选，那很可能是川普重新执政，然后2025年初美国的新总统执政，2024年年底到2025年年初，这段时间窗口应该是完成祖国完全统一的最佳时间点。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好了，朋友们，我在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前总统府这里啊，给大家播报。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23号上午7点45。东部战区呢就开展了在
环岛的台岛的这个一系列演习啊。那么跟过去不同，就是他事先没有宣布，宣布的时候叫他行动了，所以这是跟过去的不同，就是突然性比较强。那个应该讲这一次围岛来讲，目标更清楚吧，它里面包括这个海上封锁啊，包括精确打击啊，包括那个台湾本岛和那个外岛啊，多区域封锁啊，这个，所以应该讲实战性更强。另外这一次这个突出就一个战区嘛，东部战区嘛，南部没动是吧？北部没动，中部没动，它也显示就是说它的实战性，动用一个东部战区就告诉这个我们就足够了嘛。所以呢，那个军事上啊，就是很有把握了。这都是一些比较新的特点。展开这种为期2天的围岛军演，目的就非常明确了。东部战区发言人也讲了，这就是打击台独分子的嚣张气焰嘛。所以应该讲这个起因非常清楚啊，是因为5月20号台湾新的那个领导人他那个发言吧，非常嚣张，所以呢，这个大陆就不得不做出反应。我记得那个我们以前多次讲过啊，我们中央呢是肯定要实现国家统一的，更大一点讲，就是中共对全国人民的承诺，实现统一是肯定的。但是很长时间我们确实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努力是追求和平统一。但是最新的情况从赖清德讲话看得出来，台独分子要冒险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就必须那个强力的回击嘛。那么现在这个叫困岛，先部分的显示我们的力量嘛，这个显示我们的决心嘛。如果他悬崖勒马，那么和平统一还是有希望的。如果他执迷不悟，那就走向了冲突一条路。台岛内部呢，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清醒的人的，尽管大部分民众都是脑子很糊涂的但是呢，确实岛内也是有一些明白人，那么他们看到的问题还是比较到位的比如说这个联合利剑2024A 那么 A 就是头一字母，然后后来 B、C、D、E、F 都会有的嘛，所以那个困岛常态化，我觉得是非常可能的一个选择。另外呢，这一次像什么东引岛什么的，就是外岛嘛，现在怎么海警也去了，对吧？就说明什么呢？以后海警在那里巡逻将常态化。总体来讲，就是先通过压缩台湾的空间嘛，让它是不是冷静一点，对不对？然后逐渐加码，你挑衅一下，我就压缩一点空间。如果你最终反正执迷不悟那当然就你承担最后的代价呗。我个人觉得，就是中央还是心怀仁慈，还没有下重手。就不是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是作为军迷对中国人解放军军事现代化的那个成就是很有信心的，不是说我没有能力，而是确实他是政治考虑，心怀仁慈，没有下重手。通过一点点施压来让他们清醒。那如果他整个那个岛的主体是糊涂的，然后一根筋，一条道走了黑那么最后他就要承担历史的责任。那么现在就看台湾方面的怎么理解。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是那个他的所谓的国防部他那个发言人出来就骂我们那个叫霸权主义、霸权心态他是这么一个思路，他不是反思他做错了什么，他怪我们。所以现在这个态势就是不是很理想吧？我们被迫做出反应，而且从正常人角度看，反应还是比较强烈的，对不对？所以岛内的清醒人士就挺着急的嘛。但是你看民进党仍然是顽固的，大部分岛内民众是麻木的。按照现在这个态势，我觉得未来走向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